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胖叔。今天我们来聊为何足球运动员要博彩赌球。这个视频呢是完成之前粉丝感谢季的承诺，在我之前举行的粉丝感谢季活动中，邀请粉丝留言提出想谈的话题，点赞数最高的来自这位名叫雾间 Sakura 的粉丝想聊一聊意大利博彩赌球。这个诉求得到了整整296个赞，超过了第二名整整100多个赞，充分说明了本次粉丝感谢季活动的巨大轰动和空前反响。那想必 Sakura 抢要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前不久刚刚下窗7000万从米兰转会纽卡斯尔的意大利球星托纳利因为赌球被禁赛。那么其实不仅意大利整个足球世界都有很严重的博彩问题。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首先声明一点，胖叔的频道不参与博彩，也不倡导博彩。胖叔呢在深圳长大，从小的记忆里国家和地方政府就一直在宣传打击黄赌毒。我也响应号召，直到今日都是坚决的和赌毒说不。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呢，全球每年大约有5万人因为赌博而自寻短见。国家打击赌博和毒品的教育理念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可惜咱们管得了自己，却管不了别人。全球的博彩市场有多大呢？据不完全统计，仅就网上的体育竞技类博彩来说，2023年创下了350亿美元的总营收。注意这只是网上的博彩，而且只是体育竞技，这里面是涵盖了棒球、橄榄球、拳击，甚至是电子竞技。那么作为全球最大的体育项目，足球自然也是榜上有名。我们只看网上的足球相关博彩，2023年就有37亿美元的创收，自2018年以来5年间翻了3倍有余。按照这个增长趋势呢，在4年后的2027年，网上的足球博彩就会达到54亿美元的体量。那我们来看2023年一年37亿美元的营收是什么概念呢？那看了胖叔前面视频的朋友就知道，皇马是所有足球队里年营收最高的。然而37亿美元的足彩流水是皇马一年营收的5倍。理论上来说，网上博彩1年的体量就可以买下一整个切尔西俱乐部。那正因为足彩的钱太多，很多足球俱乐部就不得不向足彩低头。我们看看英超20支球队2022到23赛季球衣的胸前广告，20支球队里有8支是和足彩公司签约的。这8支球队是西汉姆、埃弗顿、纽卡斯尔、利兹、伯恩茅斯、富勒姆、布伦特福德和南安普敦。其中纽卡斯尔在这赛季已经换赞助商了，原来的赞助商呢是趣88，一年是给了600万英镑的赞助费，而今年呢换成了 Sela， 一年2500万英镑赞助费，翻了4倍多虽然纽卡还比不上英超6强的合同，但是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13支英超球队好几倍，自成一档。那么关于英超胸前赞助广告的分析呢，以后会专门做视频为大家讲解。商业上，足球世界和博彩紧密合作，但是到了球员涉赌的时候，足球界就不得不挥泪斩马谡了。其实呢，在托纳里禁赛10个月之前，今年英超开赛呢就判了一个大案，涉事人呢是布伦特福德的英国射手伊万托尼。上赛季托尼在英超打入了20球，仅次于哈兰德和凯恩，是英超联赛的同学，甚至还压了埃及法老萨拉赫一球。但托尼因为29次下注赌球被罚5万英镑和停赛8个月。我们惊奇地发现，托纳利和伊万托尼各自的母队纽卡斯尔和布伦特福德上赛季都是足彩赞助的球队，这2位球员言行一致，用行动为赞助商爸爸代言，不但无过，尚且有功，为何英超要如此重罚呀？那简单来讲呢，足球运动员都属于足球这项运动的利益相关群体，他们所知的信息一定会比普罗大众多。球员赌球就像我们投资界的内部交易一样，属于违背职业操守的行为。举个例子2019年，当时在热刺的特里皮尔告诉自己的朋友梭哈下注，赌自己能够在夏窗转会去马竞。那事后特里皮尔就被罚款7万英镑，禁赛10周。话说特里皮尔最后也如愿去了马竞，现在呢也已经是纽卡斯尔的队长，他是刚刚入队的托纳利的老大哥。特里皮尔和托纳利应该共同话题多得很。那像特里皮尔这种自己下注自己，属于非常明显的违背职业操守，很容易甄别。那是不是说只要球员不下注自己和自己的母队就可以了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实际上，意大利禁止职业球员下注任何由国际足联和欧足联主办的比赛。立法者认为，足球界任何人都有可能认识任何人，这类事情是没办法一一甄别、一一杜绝的。于是干脆立法一刀切，严禁职业球员下注。那这里胖叔多说一句从博彩公司的巨额盈利就可以看出来，球迷去赌球一般就是10赌9输。
而我们球迷呢，相当于说是球队的客户。那像英超接近一半的球队，胸口主赞助商宣扬的都是让客户亏钱的产品。另外，博彩呢也会和球队合作。不少赌球上瘾的球迷就提到啊，每当自己决定想要戒赌的时候，足彩公司就会发来邮件，邀请他们成为 VIP， 不仅投注有折扣，还能免费去主队的主场做 VIP 座位，近距离接触球星。妙招迭出，让这些球迷总是再次上瘾。那么胖叔就想问一句，足球世界在对待球员的时候有着严格的职业操守规定，那么在进行商业合作的时候，是否也应该遵循同样严格的职业操守呢？当自己的赞助商爸爸邀请想要戒赌的球迷来主场 VIP 观赛，球会是应该和金主爸爸同流合污，还是应该站出来保护自己的球迷呢？好了，那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啊，为什么球员赌球屡禁不止呢？这些足球运动员动辄周薪10几20万英镑，已经发家致富了，难道还想靠赌球当首富吗？那很多心理学和运动学的研究都发现啊，运动员特别容易涉赌。我读了很多资料，简要的呢总结成2点原因。第一点，足球界有着深重的赌博文化。实际上呢，赌博文化深入足球世界，甚至从青年队就开始了。很多这方面的黑料呢，有损足球运动的形象，自然是足球世界和媒体不愿意承认和宣扬的。比如说，前利物浦和英格兰国脚史蒂文·卡尔科勒就回忆，自己还在热刺青年队的时候，球队去客场比赛坐大巴，成年队球员就会在大巴后座上赌钱。他们这些小球员呢，就会心痒难耐，想要加入进去。后来他租借到斯旺西，球队在客场比赛结束后，就会全队去当地的赌场消遣。而在他22岁效力 QPR 的时候，有一晚上他在赌场输了25万英镑，赌场还紧急联系了 QPR 的球队总监。第二天卡尔科勒踢阿森纳的时候，心思根本都不在场上，稀里糊涂就把比赛给踢完了。而等卡尔科勒在2015年效力利物浦的时候，他的赌瘾已经彻底失去控制了，他每晚不得不通过酗酒来忘记赌博的烦恼。然而喝得酩酊大醉之后，还是会开始赌，一直赌到不省人事。退役之后呢，卡尔科勒开始从事帮助年轻人戒赌的公益事业。他之所以愿意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也是为了现身说法，警示世人。讽刺的是呢，前不久卡尔科勒终于得到了电视台的邀请，可以去现场解说说球。然而这份合同在最后时刻被撤销了，因为这个电视台的赞助商呢是 Bet365 一家博彩公司。那么博彩公司不喜欢卡尔科勒这个反赌大使的身份，于是从中作梗。那卡尔科勒也很无奈，他说呢，社会一直鼓励我们球员要勇敢发声，用行动向博彩说不。然而后果是什么呢？我肯定是不会鼓励我的其他球员朋友公开反赌。另外大家注意，足球界只是限制球员赌球，但没有限制赌博。不少球员和教练呢就沉迷赌马，鲁尼、欧文和拉莫斯都有自己的赛马。而说到赌马最出名的就是前曼联主帅福格森爵士。福格森甚至还因为赌马和曼联前老板闹翻了，给了格雷泽可乘之机，格雷泽趁机从前老板处完成了对曼联的收购。后来有一次呢，曼联队长罗伊·基恩接受电视采访，公开批评队友，其中包括了范德萨、弗莱彻等核心球员。于是福格森事后呢就在更衣室批评基恩，说基恩你这样的行为让俱乐部蒙羞。然后基恩就当着全更衣室愤怒回呛，说福格森明明是你和你那该死的马给俱乐部蒙羞了。那基恩这里指的呢，就是福格森因为赛马导致格雷泽入主曼联的事情。福格森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谈到过这个事。那福格森自己也承认啊，就是因为这次争吵，他下决心送走基恩。那到了英格兰的低级别联赛，因为公众关注度少，球员对赌马更是肆无忌惮。前切尔西青训球员 Frank Noblet 在17岁的时候加入了西汉姆，后来辗转低级联赛多年。Noblet 回忆啊，说在低级联赛里，比赛中场休息的时候，球员就会在更衣室里用手机看赌马的赔率和结果。还有教练呢会组织全队一起下注，或者球队呢干脆就组织休息日，全队一起去赛马场作为团建活动。很多年轻球员在学徒时期周薪才100英镑，等17、18岁的时候签了第一份职业合同，周薪就有2、3千英镑。租借低级别联赛，手里又有钱，周围又充斥的赌徒，这些年轻球员想要出淤泥而不染，确实强人所难。那第二点呢，就是体育竞技和赌博其实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前切尔西和巴萨的前锋古德约翰森曾经一度在5个月内因为赌博输掉了40万英镑。他后来回忆啊，自己开始深度赌博就是在切尔西受伤长期踢不上比赛的时候。
每当他赢一大笔钱，感受到的狂喜和刺激，和他进球后滑跪时候的感受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常常会看到退役运动员涉赌的报道，也许是因为他们想要找回赛场上那份相似的刺激。而且呢，不仅赢钱的感觉和进球很像，研究表明，顶级运动员在赛场上每一秒做出决定的时候，和赌徒在牌桌上的决策也非常相似。不少顶级运动员的决策电光火石，虚实相生，而且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不仅是比技巧，也是比心态。那说到足球充满博弈，球迷们肯定不陌生，大到齐达内在06年世界杯决赛对意大利的时候点球敢踢勺子，范加尔在14年世界杯点球大战之前敢换门将，那小到像弗朗基德容后场每次拿球都敢于转身，麦克托米奈后场每次拿球都敢于回传，凡此种种无时无刻不是博弈。而顶级的运动员需要有顶级的心态，像德容转身自然是冒着极大的风险，但他就算失误被断了也毫不介意，下次拿球还是要华丽转身，转过去了就是海阔天空，盘活全队。而小麦克的回传自然也是冒着极大的风险，主要是被喷的风险因为毕竟球迷老是喷他传保姆球嘛。但小麦克就算被喷也毫不介意，下次拿球还是要果断回传，传过去了就是教练要的控制球权，传不过去就是马奎和奥纳纳的失误。那赌徒们的博彩，运动员们的博弈的确是有着很多相似，但运动员毕竟不同于赌徒。当一个赌徒参加赌球的时候，完全无法左右胜负，只是一种投机行为。而运动员在赛场上的博弈是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拼搏，让运气向自己的方向倾斜的。科比说过，他宁可30投不进，也不愿意9投不进，然后就不敢投篮了。这句话乍听之下，就像一个赌徒输光了所有，还要借钱投注。但不同的是，科比这句话的背后，是他凌晨4点练球，10几年如一日磨练自己的技术。这样的球员，就算30次投篮不进，对手也不敢放空他，队友也愿意传给他，这就是对他拼搏最大的尊重。我们知道顶级球员生活是需要极度的自律的，饮食、作息、训练限制非常多，而且他们在场上场下承受着超乎常人想象的压力。运动员也是人，自然也需要释放，于是有些球员在赌博中寻找释放也是情有可原。就算不赌博，有些球员也会选择休赛期吃吃汉堡，吃吃烤肉，每次赛季开始都要胖2圈。而有些人呢，会选择打电子游戏，比如登贝莱在巴萨的时候，会因为打游戏打到凌晨，第二天睡过头错过了训练。桑乔在多特也因为熬夜打游戏，多次训练迟到。那作为球迷呢，我们感叹登贝莱和桑乔们的才华，但我们很难真正的尊重他们。桑乔熬夜玩游戏的每一天，都是在赌自己的天赋能带自己走多远。可惜呢，天赋终有一天会被努力追上的。同样是单赛季20球20助攻，多年以后，足球世界一定还会记得梅西和 C 罗，也应该会记得维尼修斯和姆巴佩，但桑乔这个名字很可能会像仲永一样泯然众人矣。说到最后呢，还是希望我们喜爱的足球运动员们要博弈，不要博彩，要拼搏，不要赌博。不少青少年球迷呢，是把这些球员作为偶像的，希望更多的球员能像 C 罗和科比一样，即便英雄迟暮，但自律不改，方为我辈楷模。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对我视频的支持，希望大家对我的视频点赞、转发，一键3连。